Block 裁员40%，其中大部分是程序员，甲骨文还要大量裁员，微软和亚马逊也要来了，这感觉是停不下来了呀。这2年硅谷科技公司的裁员真的是太疯狂了，现在都是冠上这个 AI 提效带来这个裁员的这个名义，但是实际上有多少公司是真的因为 AI 提效而真的做这个裁员的决定呢？其实也没有多少，更多的还是现在的这个经济情况不太好。就这几年吧，2023年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ChatGPT 刚出来，可能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吧，就是它从2022年底开始出现的。一开始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事情比较新奇，然后呢，它的用户数增长的也特别快，很多人看到这个趋势了，但是大部分人还没有真正受到这个 AI 裁员的影响。紧接着就是2023年，2023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因为受这个公司的这个是 PEEP，就是说团队里边给他冠上了一个名义，可能要赶他走。那个时候呢，他也在找工作，但是23年我记得那个时候只有 TikTok 是真正在这个找工市场上面找程序员的。那个时候基本上连亚马逊都很少招人，就是非常的少。其实经济情况已经在那个时候就有些不太好了。然后我这个朋友呢，他是之后就是实在是找不到工作，然后去了一个银行上班，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是找到了这个大公司这个 Fan 的这个工作，重新上岸了。但是这个花费的时长也是将近1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人可能是在24年开始微微感受到了这个 AI 带来的这个裁员的冲击，但是那个时候呢，像我们公司在24年，也有这个裁员，但是24年的时候呢，就我认识的也有些中国的小伙伴被裁掉了，就是当时我们公司在宣布裁员消息的时候，我其实觉得也挺震惊的。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说提到因为 AI 就提速了，对吧？但是真正的困难是这个2025年到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多2025年的这些裁员嘛，甚至有一部分是从这个马斯克身上学来的那些不好的例子，就是他2022年的时候，他收购推特嘛，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大摇大摆的，他搬了一个那个水池进公司里边，非常夸张。然后紧接着就是推特大裁员，就是裁了50%，就是裁的很多都是那个印度这个高管嘛，当时闹得也比较大，但是也裁了不少中国人，就是工程师裁撤了很多。那个时候他裁员的这个理由是说，我们要看你的这个代码行数来决定我是不是把你裁掉。那这个比如说你是做这个基础设施开发这些的工程师，那你本身你也写不了那么多代码，对吧？但是就无辜遭殃了。然后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也知道嘛，推特在进行这一系列大规模裁员之后，没过多久就把这个工程师这个返聘回去了，这个就后来改名叫 X 了嘛，网页当了，就整个 APP 不能用了，所以当时是挺戏剧化的。但是现在很多这个科技公司啊，可能就已经是学坏了，就说反正我可以裁掉这么多人，那我这公司如果还能继续正常运转，那是不是就说明我裁的是对的呢？而且这个股价表现不好，我一裁员它涨上去了，对吧？它只要能够向这个投资者们这个去这个领功行赏就可以了，他根本不在乎底下这些员工的利益。然后2025年呢，就是我也不幸也进入了这个 PEEP， 就是也非常的挣扎。就是2025年最开始，像我们公司也是经历了至少两轮的这个大规模裁员，然后还有像亚马逊这些公司也在裁员，然后 Meta
，Meta 也裁了很多人，几万人的裁。我从周围朋友啊，还有这个网上看到的这些消息，那基本上就是我可能被裁了，或者是我胆战心惊的不想上班了等等这样的这个事情。甚至我就是本来我都不想出去玩了嘛，然后我室友去安排就是出去旅行的事情，然后他找的朋友是亚马逊的，本来可能商量好要出去玩的，结果亚马逊的朋友被裁了，就是非常的戏剧化。然后呢，你说真正有哪些就是大科技公司，他们就是因为大规模裁员了之后，自己说的是因为 AI 提效，但实际他们的 AI 产品真的是很好用呢？我们来数一数啊，比如说这个微软有这 Copilot 这个产品，然后用户呢普遍反映 Copilot 不好用，就是虽然公司内部在大力的推这个产品，但是很多人这个就是不买账，就是难用啊，所以就是资本市场也反映出来了，就是股价就一路暴跌，从这个500多一路下挫到了400，现在还很疲软呢。然后2025年呢，像 Meta 就是扎克伯格，他也砸重金去这个挖这个 AI 的人才，像什么庞若明啊，但是你就是结果人家都跑去这个 OpenAI 了，放弃了几亿的这个薪资跑去 OpenAI 了。然后现在这个资本市场本身也对这个 Meta 把 AI 这件事情做成也不是有很高的这个期待，因为 Llama 就之前这个4出来之后被爆出来这个数据造假，然后就整个这个管理层都不受信任，所以后面即便比如说建立这个 Super Intelligence Lab， 然后甚至是把这个 Alex 王，对吧，就是 Scale AI 的那个 founder 也是很年轻，但是现在他做的这些 AI 产品也没有怎么做成功内部，所以还要不停的花钱去买什么 Manus 这样的，但是现在还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好的这个成效。然后再看另一个巨头呢，亚马逊，对吧？亚马逊的这个 AI 也是一塌糊涂。去年还是就是今年就这一段时间嘛，它内部的这个 AI 叫这个 Kiro， 就是它的这个 AI 有几次就是程序员没有去看它实际去做了什么，然后就 approve 了，结果他就把生产环境上的代码给改动，然后直接把这个整个什么 AWS 什么就给搞当了，然后损失了上亿呢。这个非常大，就是说它内部的这个亚马逊程序员也在抱怨说这个自家的工具非常的难用。然后你再看这个 Netflix 更不用说了，这本身它要这个收购华纳，对吧？这个资本市场就认为它的负债可能太多了，但现在它停止收购了。不管怎么样，它现在内部的这个 AI 感觉还没什么苗头，什么东西都还没做出来呢。所以也不算有什么成绩吧。这个范里边呢，剩下的也就是 Google 了。Google 确实是为数不多的，就是一家巨头，它是真的在2025年，它实现了通过这个 AI 带来的这个收益的暴涨，就是像什么 Nano Banana Pro 啊，什么明星产品，就是它确实是打出了一个新的属于自己的一片地吧。就很多人当时不看好劈柴，说劈柴可能做不好，但是这就狠狠地打了大家的脸。然后再说 Block 这次40%的这个裁员，就是70%的这个就是裁员的人里面70%都是 engineer， 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然后其实它可能本身还是支付业务不太行吧，并不是真的因为 AI 的这个提效。但是这个趋势现在已经摆在大家的面前了，就是很多人，我周围的朋友已经开始讨论说，要不要以后去做这个蓝领的工作，因为找工作非常困难啊。很多人他要花这个1年的时间，甚至这个
才可能找到这个新的工作。然后也就是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呢，这个劳 A 的关于斩杀线的这个话题讨论也变得就是特别的热烈了。就这个时候，因为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嘛，尤其是程序员这个行业。然后，当然其他行业也有特别多的这个例子。网上天天看到的就是这些鬼哭狼嚎的这些声音，就是真的，整个这个经济环境就不太好。然后不光是国内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个劳 A 讲这个斩杀线，美国的朋友们也经常在聊这件事情。最近呢，也有一篇关于人工智能经济的讨论文章，也是在网上爆火了。就是 Citrini Research 他们发表的这个白领可能在2028年会面临的这个冲击，就是它里面说到的一个让我觉得很深刻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企业因为 AI 提速了，但是他们并不会招更多的人，他们只是会裁掉这个白领，然后让机器为他们工作。然后被裁掉的白领呢，因为他们的这个技能可能没有办法重新适应这个市场，就是说招更多就是真正做 AI 的这些这个工作，他们或者是只能接受更低的这个薪水，于是他们的这个消费要降级啊，或者甚至可能就落入斩杀线了。这些白领没有办法重新参与这个消费，那这个企业产品从哪里就是这个盈利呢？就卖给谁呢？然后这个时候就会产生 ghost GDP， 就是这个钱并没有实际流入到真实的这个社会里面去，全部都进了这个财团的腰包了。我觉得未来对于程序员的这条路可能也比较现实吧，尤其是在美国，就是可能要么就是你必须要去做好 AI engineer 这些工作，这是一条路。另一条路呢，就是你需要比如说 web coding， 让自己去掌握一些这个市场啊，或者是 product management 这些这个技能，然后自己创业了，这是第二条路。就是传统的你要做普通程序员那条路，可能未来就慢慢的就不存在了，因为现在像 Cloud 这样的工具已经会就是会变得越来越厉害，这条路慢慢的就不行了。大家经常说的一个话呢，就是 AI 不会取代你，但是呢会取代不会用 AI 的人，就是你还是必须得会用 AI 这些工具，这个就是现实吧，未来也会变得非常普遍吧，这个没办法，各行各业的人都要去适应这件事情。我是 Aaron， 我会经常跟大家分享这些关于科技啊的这些资讯，甚至是我的这个所见所闻，欢迎大家关注我。下次节目见，拜拜。